他刚出生，父亲就怀疑被戴了绿帽子，因为家族全都是身体黝黑宛如黑熊精的屠夫，就连4岁的女儿都能一拳给树砸穿。可虾仁却是生得白皙弱不禁风，到了6岁还连刀都拿不稳。父亲气愤之下，在杀猪时让虾仁接着猪血，却没想到猪血都头浇过来，直接将虾仁呛死了过去。我就说三郎身子骨弱，不能干活，你非不听，这下好了，好端端的孩子躺了1天1夜都没醒。放什么臭屁！老大老二跟他这般大的时候，都能帮老子按猪腿了，他身子骨弱的连个猪血都接不住。粉丁三郎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跟你这老东西拼命。呸！丢人！6岁的男娃身体还不如4岁的妹妹，哪有一点像我们老夏家的种？哎呦，我可怜的儿啊，姐姐害了你啊！如今还说你不是这家人，要赶咱娘俩出门了。啊！你这婆娘又来了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撒什么泼？快起来！娘，我醒了。三郎，头还疼不疼？三弟感觉怎么样？可吓死哥了！众人七嘴八舌地问候了起来，这导致正在融合记忆的虾仁脑子更混乱了。娘，我头晕，太吵了。都给老娘滚出去！没看三郎难受吗？吵吵嚷嚷像什么话？求他快回装个脸，撒个娇抹个泪，娘就到心窝子疼了。四婆娘，赶紧走。屋里终于安静下来，赵氏一脸心疼地看着炕上的儿子。三郎，现在觉着咋样了？头还晕得厉害不？娘，好多了，就是没力气。你爹就是个没心没肺的老混混，咱不理他，以后娘不让他再使唤你做事了，你就好好养着。谢谢娘。躺了这么久，饿坏了不？娘去给你拿吃的。不多时，赵氏拿着半截玉米，还有一碗鸡蛋羹走了进来。这到底是什么朝代？怎么都有玉米了？这是娘特意给你蒸的蛋和玉米，快吃吧。虾仁边吃边检索着记忆中有用的信息。家中养了10几头膘肥体壮的猪，而父亲更是10里8村有名的屠夫，每逢吉日都会帮人杀猪卖肉，家里的进账颇丰。而他所处的朝代是大庸朝，和明朝的发展相似，太祖是击退蒙古人建国。至于玉米、番薯等农作物种子，则是先帝出海从番邦带回来的，如今更是隆景帝治下的太平盛世。三郎，你好好休息，娘不打扰你了。娘也好好休息。当家的，要不咱们送三郎去读书怎么样？就他那风吹就倒的样子，能行？就是因为他不行。啥意思？咱们庄户人家担的都是卖力气的活，他那身子骨哪能干得了？现在咱们还有余力供养他，可若咱俩干不动了，他靠什么活？喝西北风去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读书就不用喝西北风？也不求他大富大贵，认识些字，懂点道理，能去镇上找个账房的差事养活自己就行。这已经是我这当娘的能给他想到的最好的一条活路了。你说的轻巧，给先生的束修呢，笔墨纸砚呢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这些钱咱又不是拿不出来。老大家那位因为三郎吃药花钱，早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了。而且二郎眼瞅着快到了说亲的年纪了，彩礼钱还在天上飘着呢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当年怀他的时候急着去找大夫，在山路上绊倒了，他也不会这么早产下来，落下这一身病根儿。三郎，这以后可咋办啊？好了好了，这事儿我再好好想想。我这当娘的亏欠了他。读书让家里飞黄腾达，这是我报答娘的唯一机会。前世我能考入985，成为建筑系的高材生，我就不信古代的科举拿不下。只是光同生郎的县试就要花费几十两银子，可家里一头200斤的猪也不过才卖2-3两银子，这还没有算去成本。最主要的是一个6岁的娃娃，若是通过现代知识造出奇怪的东西，说不定要被神棍抓去喝符水。虾仁一连休养了好多天，身体才缓过来。这天他正在院子中思索能赚钱的方法，顺便帮着母亲整理从山上带回来的猪草，从中挑选出能吃的野菜。可突然间，几颗混在杂草堆里的植物让他的手猛地一顿，因为这植物茎秆中空，折断处还冒出一滴滴乳白色汁液。
这是蒲公英能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正经草药。虾仁连忙又仔细地在杂草堆里翻找，这下又找到了荠菜、马齿苋、车前草等更多药材，这立刻让他发现了生财之道。娘快看，这里有好多蒲公英，是好东西。啥公英？不就几颗灰灰菜吗？能吃不就行了？这不是灰灰菜，您忘了我前2年上火，嘴角起大泡，镇上的老大夫就是给我开的这个泡水喝，喝了就好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这是药材？对，这晒干之后就是药材，能卖钱。几根草晒干了就能卖钱？您想想，镇上医馆的后院是不是经常晒着一大簸箕的草药？那都是收来的。那等下次上集，我让你二哥去医馆问问，这几根草人家收不收？您让二哥带上我好不好？你去做甚？你身体不好，跟娘在家好好养着。我想去问问药铺他们还收什么药材，然后把之前的药材都记下来。回来后咱们可以去后山找，卖了钱给您换个新簪子，给爹打2两好酒，再给虎妞和狗娃买糖快吃。好孩子，真懂事。咱们家三郎知道孝顺爹娘，爱护妹妹和侄子了。娘，您就让我二哥带我去吧。行，都依你。咱把这几颗啥鹰的都晒起来。我再去那堆杂草里翻翻，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药材。掌柜的，这些杂草你们药铺收吗？6岁小屁孩带着2个黑熊精闯入药铺，竟想将一袋杂草都卖给掌柜，可对方不仅不害怕，反而还非常兴奋。蒲公英的叶子没碎，收拾的也挺干净。这车前草晒得也透，美点。还有这些药材品相都不错。那王爷爷您收吗？要是旁人拎来这一麻袋杂草，老夫肯定不收，毕竟药铺有固定的供货。不过嘛，你这娃娃从小就在我这里治病，能弄来这些草药也不容易，我就全当帮你家里减轻负担。哦，谢谢王爷爷。先别急着谢，要这东西是入口救命的。我跟你们说下常用草药的保存方法，免得你们给糟践了。王大夫絮絮叨叨说了很多种草药，虾仁都牢牢记住了。而最后结算的时候，掌柜的竟然给了虾仁720文。王爷爷，您太照顾我们了。虾仁，你看这个数成不成？给700文就行，那20文算我们孝敬您喝茶的。哈哈，你这小鬼头。王爷爷，这些香喷喷的东西也是药吗？里面有些是药，比如八角、桂皮、丁香，能入药温中散寒，还有些是番邦来的香料。那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咱们这用的少，都是富贵人家炖肉才会用到。这个朝代竟连后世常用的香料都有了，只是还没普及到平民百姓。如此一来，过段时间我或许可以再用特制卤肉大赚一笔。出门之后，虾爹握着热乎的银饺子，掩饰不住的激动。没想到那些草，哦不，那些药真的卖掉了。还好我的记性好，要不然就让娘当成打猪草给喂猪了。三郎有出息，比你那俩就知道吃喝蛮干的哥哥强，有灵性。回家之后，虾爹用在街上买的糖块将狗娃和虎妞支了出去，然后将一家人都召集到了房间中。今儿个三郎从仁心堂卖了草药，带回来7000银子。爹，真是用我那猪草换的，这7000都抵得上咱家卖头猪的纯利了。王大夫还教了三郎一些草药的保存技巧。那咱明天开始就去割草吧，这样一来还能算上个稳定的进项。但这活不能生长，咱们每天弄一点，别贪多。要是让村里那些心思歪的知道了，这财路也就断了。爹，那咱明儿个就多收几头半大的猪崽子回来养着，对外就说咱家猪多了，得多打猪草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到时候你们4个上山，我继续干活，免得让人怀疑。娘，我教你们认草药。虾仁用了1晚上的时间，将蒲公英、大黄、车前草等药材和众人说了个遍。次日一早，4人就背着草筐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出门了。那气势像是要去打江山一般。仅仅几天时间，后院的干草药就像小山一样，而这也意味着到了变卖的时间。这天，虾爹趁着天蒙蒙亮，和二郎静悄悄地将几麻袋的草药装上独轮车，悄没声地推着出了村，直到傍晚才压着喜色回到家中。当家的卖了多少？拢共1两半。老天爷，这都顶上咱家辛苦杀2头猪了。巨大的惊喜让所有人的干劲更足了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虾家就靠着不起眼的烂草叶子进账了10几两银子。要不是虾爹怕太扎眼，不让众人上山了，恐怕银子还会更多。见好营生，说停就停了。
我和你们娘商量了下，准备送三郎去读书。爹，读书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我听说光那啥束修就得几两银子，还有那纸笔砚墨，哪个不是吞钱的黑窟窿？咱家这才刚喘口气。老大媳妇，你先别急眼，这钱花的值不值？我和你娘心里有本账。三郎的身子是比以前好了不少，但他天生就不是干活的料。娘让他读书不是想让他考状元当老爷，而是认认字，学点正经道理，到时候去镇上当个账房先生，总比在地里刨食强。大儿子和二儿子不见你这么疼。老大老二当年是没这条件，现在家里宽裕了点，三郎这个岁数正好，狗娃过2年长到岁数也送去开盲，不偏不倚。狗娃也能去读书？而且你们都别忘了，那后山上的草药是三郎发现的，靠着他这脑瓜子，咱才有点余钱送他去读书。爹说的对，三郎该去，我这当哥的没二话。三弟去读书好。那这钱可得省着点花。爹娘、大哥大嫂、二哥，你们放心，我去读书一定会用功的，不会糟蹋家里的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虾爹便趁着赶集卖猪的功夫，四处打探读书的章程。往常沉默的父亲不厌其烦地问着周围稍微懂点的人，最终才给虾人定下了去镇上赵同生家蒙学。束修需要2两银子，书笔墨只又花了2两多银子，这才将虾人的事情办妥。来拜师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天了，快些进来吧。学生虾人随父虾金宝拜见夫子。见过赵夫子。不必多礼。夫子，这是束修和一点心意。礼重在心诚，下人读书识字，守重品行，在家需孝顺父母，友拜兄弟，在外需尊师重道，与同窗和睦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望你谨记。是夫子，弟子谨遵教诲。拜师礼结束后，夫子便带着虾人来到了学堂，简单介绍了一番后，便让虾人落座跟着学习。今日现温习《三字经》，比茂，你入学已有半载，今日就你讲都不教，幸乃谦教之道，贵以专和节。先生，学生以为是说人若不教化，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，教化的道理贵在专一用心。张栓，你解析孟武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这是说孟子的母亲搬家，选邻居，到了之不及。张栓，你入学半载，却连《三字经》开篇之句都不能通解，学生愚钝。纵使吾等蒙学，不为科举登天，只求将来谋个账房文书之职，可若连蒙童之句都解不通透，将来如何与人契约？岂非受人以笑柄？学生定当勤勉。下人，你今日初入学堂，便从《三字经》伊始开始学起。腊月的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虾人家里杀猪的声音也稀疏了很多。而每次虾金宝在买新笔纸时，脸上总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肉疼。虾人看着家中的窘迫，又看了看被撇在角落的猪头和下水，他心里盘算许久的念头终于压不住了。爹娘、大哥大嫂、二哥，我想跟家里商量个营生。三郎，你说。我在赵夫子借给我的几本游记杂书里翻到一个做卤味的古方子。卤味就是用特制的香料汤水把肉、下水这些东西煮熟，这法子做出来的东西香浓入味，久放不坏，冬日里吃着暖身子。下水那东西腥骚味重，洗都洗不干净，能有人要？大嫂，书里说这卤制的法子讲究化腐朽为神奇，只要香料配比得当，下水也能做得比肉还香。可这香料去哪卖？应该也不便宜吧？镇上的药铺就有卖香料的，是得花些钱，但一次买来就能配出不少卤水，而且这卤水只要保存得当，还会越用越香。后面再卤东西，只需往里添水加盐就成。咱这穷乡僻壤的，有人能吃得懂这玩意吗？天寒地冻的，谁不想花几文钱买块热乎、油水足又顶饿的卤味尝尝？咱定价便宜些，肯定有门路。而且就算真卖不出去，咱家过年也能当个硬菜，总比下水白白糟蹋了强。当家的三郎读书多，见识过，要不试试？成，试试就试试。次日，虾金宝顶着寒风将虾人所需的香料带了回来。虽然买什么八角桂皮的花了他500文钱，但想起小儿子是个读书人，他便不再那么心疼了。因为农村人对于读书人都有一种盲目的信任。
爹，你将一个猪头劈成2半，然后把一挂肥肠用草木灰和醋反复揉搓冲洗。好嘞。娘，第一步是焯水去腥，你将大铁锅注入冷水，然后将处理好的下水放入，最后倒入半碗酒和老姜。好嘞。你们看，水面上翻起灰白的浮沫，就要捞出，直到汤水变清，再将下水捞出，最后井水反复冲洗，彻底去掉杂质。随后虾仁又继续交代，第2步便是炒糖色上红料。先将锅里放少许荤油，油热后下红糖。当糖粒融化成深红如枣的糖稀时，立刻加入1碗热水，使糖色瞬间化为红亮的糖水。而最后一步便是熬制卤汤，将大锅重新换水后，加入焯好洗净的下水，倒入熬好的糖色水，最后将珍贵的香料包沉入锅底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锅盖边缘开始冒出绵密的白气，可以揭盖子了。顿时，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肉香混合着香料，如实质般喷涌而出。猪头肉泛着油润的光泽，猪蹄炖得软糯脱骨，肥肠吸饱了汤汁，显得格外饱满诱人。这也太香了，比镇上酒楼飘出来的味儿还冲。爹娘，你们也尝尝吧。浓郁的咸香，加上香料复杂的回味，在舌尖层层绽放。还有猪肉本身那被彻底激发出来的鲜美，毫无内脏的腥臊，只有满口的醇厚与满足。就干这个了，老大媳妇赶紧把咱家那口最大的锅刷出来。老二去柴房抱柴火，开他娘将剩下的下水都拿出来。咱今晚不睡了，熬他一大锅，明天一早推到镇上去卖。爹，记住我跟您说的，咱们这西北地方最好卖的是卤味夹馍，把饼子中间剖开，热卤肉剁碎了塞进去，再狠狠浇上2勺滚烫的卤汤，保管吃的人舌头都掉下来。晓得了，昨晚试的那一个夹馍，香的我半夜想起来还咽口水。老王头今儿改行当了，推的啥宝贝？乖乖，这香味儿比酒楼里的还霸道10倍，咋卖的？肥肠30文一斤，猪肝、猪心这些下水20文一斤，卤猪头肉25文一斤，夹馍10文一个，饼子夹肉浇热汤。30文，生猪肉才卖10文一斤嘞，你这下水咋比肉还金贵？你懂个屁！这味儿一闻就知道下了大本钱，香料多金贵。阜成八珍楼的卤下水一斤要50文，还没这个香。老板给我来个夹馍，再切1斤肥肠。闻言，虾金宝麻利地剖开一个热腾腾的白饼，然后将油光水滑的肥肠快刀剁成小块，满满当当地塞进饼里，最后舀起一勺滚烫浓稠的卤汁浇上去。而那中年人接过来也顾不得烫，直接咬了一大口。真他娘了香，太值了，比镇上最先楼的招牌卤肉还够劲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瞬间沸腾了。给我也来个夹馍。老板，切半斤猪头肉。我要1斤猪肝，带点汤。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锅里的卤味就被抢购一空了。爹，时辰不早，我得去学堂了。快去，莫误了夫子的课。来到学堂之后，虾仁将先前特意留着的肉夹馍分给了同窗，那些小屁孩吃得满嘴流油，纷纷吵着要去虾仁家多买点，而夫子则是凝重地看着虾仁。当学童们都吃完后，夫子将虾仁带进了极少让学生进入的堂屋。你家的卤味滋味甚佳，非寻常市井可比，生意想必不错吧？谢夫子夸赞，承蒙街坊邻里抬爱，尚能贴补家用。下人，你可有心志增科举之路？夫子，我执教蒙学10余载，聪慧者见过不少，然如你这般悟性奇高者，实属凤毛麟角。半年之功，便一抵他人2、3载寒窗。此等天赋，若埋没于市井烟火，实在可惜。夫子，您觉得我科举有机会吗？我观你心性沉稳，不似寻常志同跳脱。科举之路虽艰，但你或许能攀枝上阶。可学生家中境况实在是……我明白，所以明日赛学后，让你父亲来学堂一趟。此事我与他商议一番。三郎，你猜猜今儿一天赚了多少？多少？刨去成本，净赚8000银子。这都赶上平时杀猪卖肉1个月的进项了，还只是1天。对呀，而且咱今天货备的少，好些人没买到，明日多做点那还了得。要是天天这样，咱这岂不是要成村里首富了？爹，这生意是好，可树大招风，咱家根基浅，骤然暴利，难免惹人眼红。可这赚钱的生意，咱不能不做啊。
生意固然要做，只是我们要估个定量出来，卖完即止，宁肯少赚，也别囤积太多，细水长流，方是长久之计。三郎说的对，贪多嚼不烂，咱就按你说的定量卖，稳稳当当的来。爹，夫子叫你明日去学堂一趟。叫我？三郎，你是不是在学堂闯祸了？没有，是夫子说我学的还行，想跟您商量一下科举的事。夫子真这么说的？让你考科举？哈哈哈哈！好，爹明天去。次日，虾金宝和夫子聊了半个多时辰。虽然夫子的话他听不太懂，但他却能明白，那言语之中一直在夸自己的儿子。而当夫子问起家中境况是否能支持虾人科举时，虾金宝挺直了腰板。夫子放心，只要三郎有这本事，肯下这苦功，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供。他的语气斩钉截铁，虽然他对科举要花多少钱毫无概念，只知道必定是个无底洞，但秀才老爷4个字带来的荣光与改变，让他顾不得许多了。三郎，爹不懂那些大道理，但夫子说你是块读书的料，爹就问你一句，有没有这个心情，有没有这个胆量去搏一搏？成了是咱祖上积德，让咱家改换门楣；不成，咱就回来安心做买卖，照样能把日子过红火。你敢不敢应下？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定下科举之事后，夫子对虾人的教学进度就好像按了快进键一样，原本3天的教学内容1日便教完了。而虾家卤味摊这段时间也渐渐步入平稳，虽然偶尔有街头泼皮眼红着红火生意，但一见到摊前如铁塔般矗立的父子3人，那些人便灰溜溜地消失在街角了。然而真正的风波却不在百姓。下屠户，有人说吃了你家的卤肉上吐下泻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这你即刻随我等回衙问话。差爷明鉴，我家卤肉日日都选最新鲜的肉，自家人都吃，每天都吃，从未有过任何事情。少废话，有没有差错到了堂上自有公断，说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绸面棉袍的中年男子从醉仙楼的方向走了过来。差爷等等，夏老弟也不说话。大人有何吩咐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家这卤肉坊子我们东家看上了，50两雪花银买断，你们从此不许再摆摊售卖。至于这状告之事嘛，我醉仙楼可以保你平安无事。大人，这给你们3天时间把房子写好，送到醉仙楼后厨。过了这个时限，那就不是你一人的事了。话毕，刘管事对衙役使了个眼色，紧接着2人便将虾金宝带走了。爹，二牛，别冲动，他们懂得抓咱把柄的。那咋办啊，大哥？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爹进牢里？你和翠花先回家，我要慌了。我去蒙学寻三郎。老丈，烦请速速告知，舍弟虾人家中出了天大的事，请他务必出来一见。大哥为何如此慌张？出了什么事？虾大牛急急忙忙地将镇上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这简直就是巧取豪夺。三弟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去求见夫子，还有文涛，他们或许有门路。张文涛是虾人在学堂中要好的同窗兄弟，而他家便是附近州县都赫赫有名的镖局。当文涛听了虾人的事后，当即发怒，还没等夫子反应过来，就拽着虾人回到了家中。祖母，这事求您帮帮我兄弟。头儿莫急，张纯，你备一份礼，请西街的李押司过问一下此事。记住，虾人是我孙儿同窗挚友，他父亲是个本分人。老夫人放心，晓得明白。多谢老夫人。不必客气，你先回家等等吧。若你父亲真的出来了，到时送我加点卤味便可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多给您拿点。这一晚，虾家被笼罩在沉重的阴霾中，油灯如豆，映出虾大牛沉默抽烟的侧影，刘氏无神的双眼，还有虾二牛焦躁踱步的身影。虾人虽强作镇定地陪着母亲，但心中却如同压着巨石，反复回想着父亲所受的屈辱，还有张文涛祖母那轻描淡写间流露出的力量。直到天蒙蒙亮，虾金宝的身影才出现在门口。爷，是爹吗？爹，您怎么出来的？那些衙役说是一场误会，我塞了几个铜钱给一个面善的衙役，他才偷偷告诉我，原来是镇远镖局的管事找了衙门的李押司，还有县衙的陈师爷也过问了，他们这才赶紧放人。可咱家哪认得这些大人物啊？爹，我昨天去求了夫子和文涛，定是张家老夫人和夫子都出手了。原来如此，三郎，你替爹好好叩谢夫子和张少爷，改日爹亲自登门给张家老夫人磕头。孩儿记下了。
夫子，学生父亲已于今晨平安归家了，多谢您的大恩。平安便好，世事风刀霜剑，此番经历可记下来。学生刻骨铭心。且办，路终究要靠自己走。此番风波全做磨砺心性之砥石，既决一科举，便当知晓此路之上的荆棘远胜于市井风波100倍。唯有一心向学，以圣贤之道砥砺己身，方为正途。你可明白？学生明白，定当不负夫子教诲。下学之后，虾仁又来到张文涛家里。小子虾仁叩谢老夫人救命之恩，家父得以脱困，全赖老夫人高义。小子与何家上下感佩不尽。路见不平，越尽勉励而已，何足挂齿？倒是你小小年纪遇此大变，能沉稳应对，更知恩图报，是个有孝心、懂礼数的好孩子。若是我家这泼猴能学到你半分，老身便欢喜不尽了。老夫人言重了，文涛兄性情豁达，小子才疏学浅，唯有互相切磋，共同进益。虾仁，你记得把家里的卤味多给我拿点，我昨天没吃到，都馋死了。临近新年，学堂也开始放假了。虾仁每天都帮着父亲出摊卖卤味。经过上次一试后，醉仙楼很识相的没有再来找茬，而是每日都比市场价高1成的价格订购50斤卤味，拿到自家店里售卖。说是赔罪，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封口费。这段时间，虾家光靠卖卤味，每日就能进账3两银子，一下就变成了小富之家。除夕这天，小院里堆满了年货，父亲咬牙买了一坛昂贵的米酒，狗娃和虎妞也换上了大红棉袄，吃着糖葫芦。三哥，看我的新衣裳。好看，像是天上下来的小福星。那肯定的，三哥长得那么好看，那我肯定也很好看，对吧，三哥？是的，我家虎妞最好看。嘿嘿，三叔好看，虎妞好看，我也好看。小崽子们，吃饭啦！娘，隔壁二丫说了，过年喜悦灵得很，咱们家每个人都要喜悦，快喜快喜。好。那娘就盼着咱们家虎妞和狗娃平平安安，越长越高，壮实的像小牛犊，盼着咱们家三郎金榜题名，给咱家这个秀才功名回来，盼着咱家这卤锅子一直香喷喷的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爹，你许什么愿？爹和你娘的愿望一样，你们平安健康就行。三哥，该你了。三哥的愿望就是希望咱们家虎妞越长越漂亮，以后比画上的仙女还好看。真的太好了，虎妞要变仙女，那我的愿望是天天都有吃不完的肉肉。4年时间转瞬即逝，虾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已经在镇上开设了门店。二哥还去了镖局习武，并且和镖头的女儿成了亲。而学堂这边，虾仁已经能完成策论和经验。今天开始正式习师，我朝科举，自乡试至殿试，是皆用5言8韵之体，谓之试帖。烦请先生解之。全诗8韵16句，首联破题，次联成题，中4联起鼓，中鼓、后鼓和竖鼓，末联声数顺应题，所押必为官韵平声，一韵到底，不得旁应。妈的，前世就是理工男，这风花雪月和花鸟虫鱼根本不通啊！你便先以宋为题，破碎寒后雕之意，做破成2联。眼下暑气未消，哪来的寒？而且松针4季常青，后雕个啥？虾仁想起许多前世背过的诗，却又被是铁的镣铐框的寸步难行，最终只能自己落笔。停于历尽古，4序字清清，几句风霜重，由来节盖明。进补2字尚可，但字清清则流于浅白，几句或由来直入圣韵，如春汉呼鹤，非诗佳语。请先生教我。试帖之破，贵在含蓄点题，如云中龙爪，偶露峥嵘；长则需舒展意象，引经据典，以后其志。譬如岁寒非避，实际风雪，乃于世路艰险，节操之事也。如孔子的岁寒之风白，经典入句，不逃痕迹。学生再好好练习一番。明日你随我去趟松辰书院，
孙秀才设文会，要我带你同去。是哪所专门为了科举所设的书院吗？正是。他听说我这里出了个13岁通4书的神通，不儿想看看你的成色。师弟今年未见风采依旧，不安兄谬在，书院气象更胜往昔啊。虾仁通过两人寒暄才得知，原来这两位夫子早年拜入同一老师门下，只是后来赵文琪屡试不顺，而孙伯安很早就中了秀才。听闻文启慧眼识珠，发现了块璞玉，欲着之成器行科举大道。今日何不让老夫这半截入土的人开开眼？我安兄既有此雅兴，自无不可。下人且让孙夫子看看你腹中经纶成色几何，我具亦莫惊。学生知晓。积习举业，纳论语和大学乃是根基。论语为政有言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何以解罔字？罔者，迷惘而无所得。于科举而言，若只死记硬背经传章句，不深思其义理贯通，则如入宝山空手归，临场欲变题，必惘然失措。何解殆字？殆者，空疏而尽为殆。若只空谈性理，妄发议论，不扎根基业，则如沙上筑塔，文章必浮泛空洞。当置于举业之中，又当如何避之？避之之道，当以精义为骨，食物为肉，思学并重，骨肉匀挺，方得文章之体。大学开篇即言：大学之道，在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然则明德与亲民孰先孰后？何以贯之？德为本，民为用，止善为归。明德乃修身内省之功，如活水之源；亲民乃推己及人，经世致用之效，如江河之行。无源则流竭，无流则元辅，二者如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。哦，文启兄好眼力，思子根基之后已非寻常蒙童可比，明年县试大可下场一世锋芒了。我安兄会见，下人学问赤以粗通，我正欲让他早入科场，如新铁淬火，于错磨中见其脆性，于败绩中知其不足。不期少年得意，但求白练成铁。而这时书院中的学子们竟自发搞起了活动。诸位同窗，今日天气晴朗，满池风和，亭亭玉立，正是作诗的好时节。小弟不才，抛砖引玉，就以这河为题作首诗助兴，如何？臂掌晴华盖，红妆映日新。风摇千柄翠，露意一池春。鱼戏夜间影，庭窥蕊上针。淤泥浑不染，自诩是花神。那我也试试。曲沼浮香远，仙河带露娇。风帆千柄绿，日映万花摇。根植着泥里，心通碧汉谣。此身何所是？云外一仙标。根植着泥里，心通碧汉谣，道出了何之本心。张兄此句深得我心。是啊，云外一仙标，这比喻新奇贴切，把河的仙姿都写活了。文启兄，虾仁贤侄，这位是鄙人不成器的弟子张允，在诗赋上倒还有些微末灵性。夫子心思灵动，风帆千柄绿一句，尤其传神，假以时日，诗道可期。张兄此诗意象生动，格律工整，小子自愧弗如，远不能及。家兄过谦了，方才听老师言，虾兄可是蒙学中的英才，通武精明义理，虾兄也让我等见识见识蒙学高才的诗作如何？正是，虾兄莫要藏拙。孙山长和赵夫子都如此看重虾兄，定有惊人之作，请虾兄赐教。家人，你便也试作一首吧，不必拘泥，直抒胸臆即可。虾仁心里叫苦不迭，他现在胸臆里只有一堆浆糊，可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前作诗。杯塘水色清，映日泛霞明。经直称元盖，夜书成路经。风来相暗送，雨过翠犹盈。虽自淤泥出，冰心未染尘。虾兄此诗格律倒是工整，对仗也算稳妥。经直称元盖和夜书成路经，模型上只是映日泛霞明的霞字有问题，荷花多为粉白或淡红，少有映日如霞那般浓烈的色彩。风来香暗送上可，但翠犹盈又稍显泛泛，不若张兄的千柄绿那般鲜活，但整体也算中规中矩，通顺达意了。
众人七嘴八舌，话语里多是客气的鼓励，但也点出了要害。辞藻还行，就是不太搭调。虾仁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实在惭愧，小子才疏学浅，于师傅一道确实愚钝，方才之作让诸位见笑了。今日受教，小子回去定当加倍用功，勤学苦练，不负夫子教诲，不负诸位同窗期许。少年知耻而后勇，有此兴致便是好的。好了，事也做过了，诸位就随意座谈吧，尽兴即可。文会之后，虾仁便将自己听到的诗汇整理到了一本书籍内，里面包含了很多种物品相关联的词汇。其实并不是虾仁不想攻抄文，而是因为他之前看父子给的诗词录时，竟发现了明朝100多年后的事，这时他才明白，原来历史已经乱套了。而这样一来，他就只能靠自己了，因为若是被扣上抄袭的帽子，可能整个虾家都没有容身之地了。现考当天，是虾大牛陪着虾仁去赶考，他们先是来到赵夫子的蒙学。虾仁，这是领生作宝的保洁文书，还有你的清宫单，切记此物关乎你能否入场，万不可遗失，亦不可拆封。到了县衙里方报到时，是原封成定。学生谨记，多谢夫子费心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虾仁要好好考啊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到时候考中了，我让我娘做全羊宴给你庆祝。辞别夫子后，兄弟二人直奔镇远镖局，跟着镖局的车队一起前往县城。3日之后，众人终于抵达县城脚下。这一路有劳钱大伯了。别客气，你们安心备考，回城时还是在这家平安老店找我们的镖队，到时候送你们回去。告别镖队后，虾仁按照之前蒙学同窗的交代，带着大哥来到了他所管事的客栈。虾仁，好久不见。李茂兄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呀。哈哈，就是混口饭吃。你看这房子怎么样？特意给你留的，向阳通风安静，最要紧的是价钱便宜。让你费心了。别说这些见外话，当年我父亲出事，家中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要不是你在蒙学里隔3差5带那些卤肉和饼子给我加餐，我这把骨头早都饿散架了。如今你到我的地界，我岂能不尽心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在心上。对了，我特意帮你打听了，县尊刘大人是进士出身，最是看重卷面整洁，而且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，就喜欢言之有物的。你写文章时可得注意这点。多谢李茂兄好意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再带你吃任人路，大牛哥也一起吃。你们吃，我吃这个就行。哥，一起吃吧，别糟蹋了茂哥的心意。那你先吃，吃不下了我再吃。时间很快来到考试当天，扣篮放下，人站后。虾仁借着放下考篮的动作，顺势将早已备好的铜钱悄无声息地划入负责搜身的衙役手心中。而衙役收了铜钱后，搜身的动作就规矩了许多。价字30其后。多谢大人。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锣响，考试正式开始。虾仁目光如扫描般快速掠过整张卷子。第一题，经义题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要求阐释此句经义，并论君子当如何于日常践行此道。君子慎言如吸金，非据失言，据失成也。昔杨震木叶确金，片语定乾坤。此讷言之力，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不入。此敏行之犯，今人多以巧舌为能，实不知行胜万言。第二题，经义题。孟子曰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要求解答何谓独善其身，何以兼济天下，二者关系如何？独善非隐逸，乃蓄力待时，江上渭水垂钓，孔明耕读隆重，接手到待机，兼济非滥施，虚持举量度，骤贵而忘本，终至身败名裂。适当如江海，穷时静水深流，达时奔涌润泽万物，动静接手中正，方为真君子。第三题，经义题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治，亲戚叛之；多助之治，天下顺之。要求解出道与民为贵之思想，可有相通？治国者当如何行此道？表为治国方略，理为民心所向。商纣酒池肉林，虽拥雄兵而众叛亲离。文王修德政，其山耕者让叛，此即多助之真意。治国故当如《道德经》云：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政令和民须自会不令而行。第四题，策论题。本县乡间多有阴田埂地界，
水源灌溉之争而致斗殴诉讼者，耗财伤情，贻害乡里。试问何以化解？先立榆林册定分指征，仿前朝榆林图册以法，则成各里甲长会同乡老佃户，于农闲时重新丈量，绘制本村田地细图，详录四制、水源、一式三份。县衙存档里甲，留存田主直评，自为定分之基。后立乡约公议公断，各村推举德高望重、处事公允者3至5人，立为乡约公正。会同里甲，凡有田土水源之争，必先经此乡约公正评议调解，议定之规乐时立于村头，使民共遵。调解不成，方许诉至官府，违者里甲与乡约共责之，再立官府速审，以警效尤。县衙专设田土辞讼日，由县城或主部专理。凡经乡约调解无效而上诉者，须持乡约所据调解文书及图册凭据，官府查实，速审速决，严惩滋事诬告之徒，以彰法纪，以安良善。第5题诗赋题，以春耕为题，赋7言绝句1首，须和平仄韵脚自定。雷惊动土裂心伤，丽影连云种晓光。莫道耕牛啼不缓，一离春雨万愁香。考试结束后，虾仁刚走出考场，便看见了一直等候的大哥和李茂。咋样，累坏了吧？还成。虾仁看着气色还行，定是考得不错。走，回客栈，我让人给你炖鱼汤补补。3日之后，县衙门口堆满了人，都是来看考试成绩的。而虾大牛凭借健硕的身体，一下子就挤到了最前面。可当他看到榜单后，呼吸瞬间停滞了。三弟，那顶上是你名字吗？是我，大哥，我中了，是按手。按手？我家三弟是按手，按手啊！咱虾家世代都是杀猪匠，没想到真出了个有功名的读书人，肯定是祖坟到青烟了。4日，虾仁领取了县试通过的生源执照以及府试的通行证，便和二哥回到了镇子上。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夫子。夫子，此次县试我得了按手。情理之中，以你之情面诈士，若不过倒是奇事啊。学生一点心意，夫子莫要嫌弃。有心了，县按手只是起点，府试和院试才是真正龙争虎斗。学生明白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明白就少，不过依为师看，你留在蒙学进义已微乎其微了。您的意思是？府试将近，长安府城届时汇聚一府才尽，无论是客栈租赁还是熟悉场地，哪样不需时日？若等到临考方至，只怕仓促之间寻个落脚处都难。若早行一步。早行？对，我要困守蒙学这一隅之地，为师能教你的一尽于此案。为师早年有一位同窗好友，如今在长安府学经义教育，你持此信前往，或可获准旁听一案。夫子，府学旁听只是权宜，为师盼的是你此番府试院试连结，堂堂正正考入府学，乃至冲击那几人的门槛。下人以你之资质心性，眼界当更高远些才是。秀才功名不该是你的终点，更非为师所愿。夫子再造之恩，虾人莫齿难忘。学生定不负夫子厚望。府学之路纵有千难万险，虾人亦当奋力前行。他日若有寸进，皆拜夫子今日引路之恩。赵夫子静静看着跪在眼前的少年，仿佛和几年前那个刚拜师的小身影重叠在了一起。良久后，他才轻轻叹息一声：“起来吧，以后的路终究要靠你自己走了。”虾仁，你都成按手了，可我却才家大学才刚啃完。不过我张文涛也要发愤图强，同生功名指日可待。说不定下次我再见到你，你就是同生了。再见，你要走吗？去府城备考。可你才刚回来。夫子说时间紧迫。那你就去吧，又不是不回来。等你做了秀才老爷，我请你吃府城醉仙楼最贵的席面。而且我估摸着咱们在府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。你也要去府城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反正你只管好好考，到时候给我混个秀才出来，咱也风光风光。行，借你吉言。夜晚，虾家小院内本应是高兴的日子，可一家人的情绪却非常低沉。
这才刚回来，怎么又要走了？考试不是还有日子吗？就不能在家多待些时候？咱家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你爹你哥他们也能干，你就非得……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咱三郎是文曲星下凡，是干大事的，能跟你一样一辈子就围着锅台灶头转吗？那叫没出息。咱夏家的男儿不是窝囊废。对，三郎是文曲星下凡，定能干一番大事。爹，三郎听夫子的准没错，就该早点去府城。你跟我来屋里。进了屋后，虾金宝摸索索地从柜子中掏出个粗布包着的东西，一把塞进虾仁手心。而当虾仁打开后，2张方正的银票赫然出现在眼中。爹，这是穷家富路，等走的时候我再给你大哥揣几十两碎银子，路上的花销都用他的。这个你收在最贴身的里袋，万一有个意外再拿出来用。这100两是咱家1年的收入，都给我了。家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老子还没死呢，只管考你的事。咱家如今这好日子，哪样不是沾了你的光？卤肉方子、草药路子，全家人现在没一个不指着你往上奔的。爹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咱全家的期望。考得越高越好。次日，虾大牛租了辆马车，拉上虾仁，跟着镖队前往府城。一连走了4天，才终于到了长安城内。也幸好府城内有之前蒙学的同窗，同窗带着虾仁找到一个靠谱的衙人，这才以5两银子1个月的价格租下一间小院，否则最少需要8两银子。而处理好这些事后，虾仁便来到府学报道了。学生虾仁奉恩师赵文启之命，特来拜见李教育。文启兄多次来信，都将你比为璞玉还金，只不知这内里的学问经不经得起府学的锋刀双剑。请教育考教。君子不器出自《论语》何篇？回教育出自《论语》为正篇。朱子注：器者各适其用，与孔子原意可有相悖之处。原是谢器之特质，器物各有定用，不能相通。而孔子言君子不器，意在明君子当超越器物之局限，得能周备而不专于一途，二者实不相悖。诸子明器之定用，正反衬君子当求通德，恰与孔子原意相呼应。若以此题作文，破题当如何成道器之辩？圣人不器，为道贯乎器也。器若舟车，各适其用；道如江河，万流归宗。君子体道而用器，由将直绳墨运抚今，虽借器成事，终以明道为归，故能不至于器而得用无穷。几番考教后，李秋桐脸上终于展开笑意。文启兄却未看错人，府学每日辰时3刻开讲，你每日都可来旁听，不过规矩却有2条。教育请讲。只听不言，非教育垂询不得擅自发问一个。科业文章须与正式生源一体完成，不得敷衍，触犯其一立革除旁听资格。学生谨记。随后，李秋桐亲自将他引入一处讲堂。今日续讲孟子告子夏，天将降大任章。讲堂上的老者缓缓开口，吐出真谛，虾仁听得心惊摇曳。赵夫子讲此篇章时，多侧重精神砥砺，而老者却将筋骨之劳具象为历史人物在极端困境中的具体实践，点明其与心智锤炼的辩证关联。而当讲授结束后，老者布置的策论题目竟然是论曹韵与编备，这更让虾仁感叹府学教授内容的精深。这题有点超纲了吧？府试院士顶多考民生策论，讲如何劝农桑西宋玉，可这曹韵和编备都是封疆大吏和中书阁老财该操心的事啊。不过府学里卧虎藏龙，谁知道有没有人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？而且我顶着县按手的名头来旁听，不拿出点真东西，怎么入得了柳娇玉的眼？另一边，来到府城突然闲下来的虾大牛有些不安，毕竟是从小干到大的糙汉子，手里没有活的确会发慌。而当虾仁回家之后，虾大牛便扭扭捏捏地和他商量了起来。那个三弟，我跟你商量的事。怎么了大哥？你看你白天去府学，我一个人在家也是干坐着。今天出去，我看东市那边有个肉铺，正缺人手杀猪。老板说工钱日结，就赶早市那会忙活。我寻思着想去试试。那大哥你就去试试呗。你放心，我保管干完活就回来，不耽误照顾你。只是我干的老本行，会不会给你丢人？大哥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咱靠手艺吃饭，堂堂正正，有什么丢人的？三弟，你不嫌丢人就好。
4日府学，柳教育当众点评了虾仁的策论文章，破题之句为漕运输粮以食仓廪，编备善甲以固藩篱，二者皆国之重物，然废靡巨万民力为艰，直接点出核心矛盾，然后又层层剖析，从漕粮转运的损耗到边军屯田的艰难，最后竟落到开源节流上，逻辑清晰，角度刁钻，使众多学子惊叹不已。整日对着书本子太闷气，今日换换脑子，玩个花样。该不会又要写诗吧？老规矩，从原显正开始，老夫出上联，你接下联，再出上联给下一位，接不上或出得太俗，罚抄声律启蒙一遍。陆立芦花秋水明，蝉鸣高树夕阳斜，还算尚可，出题吧。月移烛影侵棋局，风送花香入酒樽。一个接一个的对对子，有人对得精巧，有人勉强过关，最终轮到虾仁前面的小胖子出题。际遇客家，老手寒窗空寂寞。全是宝盖头的词。学生是对，迷途远避，退还连境返逍遥。妙，走之底对宝之头，绝了！迷途远避对寄语客家，退还连境对老手寒窗，返逍遥对空寂寞，真是严丝合缝。字字珠玑，对仗工稳，意境圆融，虾仁此对甚佳。下学之后，一名长相儒雅的青年找到虾仁。家兄，你那对子对的绝了，在下陈四，字子敬，府城人士。陈兄过誉了，侥幸罢了。怎会是侥幸？那是真本事。柳教育都夸你字字珠玑，以后烦请你关照关照我。一定一定。两人就这样天南地北的聊着，关系不断拉近，这样虾仁在府学上课也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。1个月时间转瞬即过，越是临近府试，虾仁便越发紧张。这段时间他见识到了很多青年才俊，能出口成章的才子不在少数，明白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后。他这个穿越者所有的傲气终于消失得一干二净。于是他每天不光完成柳教育布置的作业，闲暇时间还掏出自己的宝贝疙瘩，不断琢磨，生怕自己的诗句到临场时出了岔子。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完了，我这玩意在真正的学问大家眼里，不就是投机取巧的作弊器吗？柳教育会不会觉得我心思不正？这便是你作诗的倚仗。学生自知才疏学浅，于师傅一道，尤其愚钝，唯恐临场词穷，故出此下策，请夫子责罚。取巧之道，终非正途。诗词之道，贵在情真意切。靠堆砌词藻纵能的一时之巧，却终究落了下乘，难成大器。不过能想到词法，并持之以恒的记录整理，足见你于学问一道并非全然被懒怠惰。谢夫子宽恕。将这个收好，但你切记莫要过分依赖此物。这是。柳教育给虾仁的是真正的词汇大全，上面的内容比虾仁自己整理的丰富100倍有余，而且每个词旁边都清晰地标注着此词宜用于何种情境，描写何物，比喻何意，甚至还有几个词旁边画了小小的圈，旁边写着府尊曾赞词语，薄薄的一卷书，分量却重于千斤。谢夫子厚恩。距离府试只剩下最后7天，这天虾仁刚回到家，就见到王大牛在院子里搓着手来回踱步，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三郎，我这几天没去肉铺。我知道啊，你不是说出去转转吗？不是转转，我是去给你打听消息去了。打听什么消息？我想学上次你那个县城的同窗李茂，也去帮你打听打听，看看知府老爷有啥喜好，有啥忌讳的。大哥，你平日都不会和陌生人说话，可你却为了我。我知道我嘴笨，所以我就蹲在府衙后门那条街，看那些进出的官差，还有那些大户人家的下人出来买菜，一连蹲了好几天也不敢上前问，直到昨天才听见知府大人府里的2个婆子在那儿闲聊。那他们聊啥了？他们说知府老爷的3姨娘最喜欢穿玫红色的绸裙子，还说老爷也夸过好看。我就想着知府老爷是不是也喜欢别人穿这个颜色。三郎，你明天考试那天要不要也穿一件玫红色的长衫？些许知府学士看了能对你青睐几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知府大人喜欢看姨太穿，跟喜欢看考生穿那能是一回事吗？
我刚才还担心光长衫玫红色可能不够，准备让裁缝铺再做双玫红色的长靴，还有玫红色的里衣，再切一块配套的方巾。想的这样，你不被知府大人喜欢都呢，我还发愁就这几天做不出来呢。结果你没用上，都怪我嘴太笨了，没帮上忙。大哥，你打听来的消息虽然用不上，但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大哥帮你打听是应该做的。府试这天，虾仁和大哥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，却没想到府学门口早早就被人群给包围了。从考棚门口一直蔓延到街头，一直排了2个时辰的队才到虾仁。进入考场后，虾仁定下心神，拿出砚台开始沉稳的磨墨，直到一声铜锣响起。副司开考，肃静发剑。第一题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请结合温故而知新，是述为学之道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非读乐于温故，时乐于温故而知新也。第二题，孟子离楼上有云：“涂善不足以为政，涂法不能以自行，是悉德法相辅之理。”善如春风化雨，能润民心于无声；法如规矩绳墨，可束恶行于有形。然春风无绳墨，则散漫无规；绳墨无春风，则僵冷难行。第三题，大学言格物致知，宋儒与汉儒释义迥异，孰为治学正途？汉儒格物，如匠人惜木，务求文理分明；宋儒治之，自禅师关心，旨在明心见性。治学之道，岂能非此即彼？第四题，今岁多地遭蝗灾，粮价飞涨，流民渐增，当如何安民生，稳社稷？自成危急存亡之秋也，治之之道，当急缓相继，标本兼治，杜开官仓，设州场于通衢，按丁受时，不使一人恶弊，严查囤积居奇，奸商抬价者加号示众，平价跳梁，以安民心。即令州县悬赏补黄，民补黄1斗换粮1升，既除蝗害，又济民饥，一举两得。更遣老农指点乡民绝除黄卵，断其根源，敕令各府整顿常平仓，丰年足额敌入，荒年平价跳出，以平抑粮价，备不时之需。刊印防黄治黄农书，广布乡里，使民知所防之所至，劝谕地方申金富户，捐粮助赈，捐多者乐时，记名载入方志，官民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第五题，以秋夜读书为题，作五言律诗，显光韵。陆冷凝虚晃，清边对夜长。书册展龙鳞，新源击鼓汤。云渠通月破，闻浪涌天章。欲破乾坤密，孤灯及太阳。时辰到，停笔手卷。今日大哥一反常态，请虾仁和他的同窗来馆子内吃饭。快说说，考得如何？题目难不难？题目确实不简单，尤其是策论和最后那道师傅。不过该答的都答了，没出什么大纰漏。柳教育平日讲的东西也基本都用上了。按平时在府学的表现来看，考中童生应该问题不大。我就知道，以虾兄你的才华是没问题的。我家三郎有出息，李兄弟来了府城让你费心了，我敬你一杯。大哥言重了，我和虾仁是盟学同窗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酒过3巡后，饭桌上的3人眼神都有点迷离。虾仁，说起来我真的好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在盟学那会，我天资愚钝，尤其是算学那些账目、利息、盈亏，看得我头都大了。要不是你掰开了揉碎了给我讲，我哪能弄明白那些，哪能当上这府城当铺的管事？明兰兄，你太客气了。同窗之间互相问问讲讲都是应该的，你能有今天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不，对你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那是雪中送炭，这份情我一直记着呢。李兄弟说的对，三郎从小就仁义，来再干一个。与此同时，虾家祖坟上不断的冒着黑烟。列祖列宗在上，金宝今日给各位送钱粮来了。还有这西域的丫头，听说在下面很抢手，各位老祖宗看着送礼。要是底下真有那西方来的大官或者管事的，您几位也多走动走动，送点礼托托关系。咱就求一件事，保佑咱家三郎在长安府的考试顺顺利利，让他写的文章字字都对考官的胃口，让他写的字比那印出来的还漂亮，让他一定得考上那个童生。祖宗们，你们在底下可得使使劲啊！
次日，虾仁因为昨日的醉酒还没睡醒，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。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着急忙慌的。我爹昨晚瞅了我默写的卷子，说我在中与不中之间晃荡，你快帮我看看。这道策论你提的想法是好的，但具体如何实施，钱粮从何而来，却说的太虚。上次刘教育说过，府试考官不许空谈。完了，跟我爹说的一模一样，那我这岂不是真没戏了？倒也没那么糟，师傅你写的不错，意象清雅，平仄也稳，算起来过与不过，却实在五五之间。五五开，这比直接判我落榜还难受。沙兄，后天放榜你一定得陪我去，兴许沾了你的学霸气息，我就能考中了。放榜当天，府学外墙下已是人山人海，虾大牛背着虾仁带着陈四一路横冲直撞，最终才挤到了最前面。夏兄，你哥真猛！肃静。随着一道铜锣声响起，几个衙役也终于张贴了榜文。虾仁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直接扫向榜单最上面的位置。我中了，最后一名，我是童生。三郎，你又是暗手？没错，那张皇榜的最顶端，虾仁的名字在阳光下流淌着夺目的光彩。这一刻，他没有尖叫，也没有欢呼，只是嘴角一点点向上扬起。这是他连续几载的寒窗苦读，笔耕不辍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而下一目标便是院士。府试放榜甲等第一，爹娘三哥考了第一名，是按手吧？按手。我就知道那5两银子烧得值，祖宗显灵，显大灵了。按手啊，我的儿，这得吃多少苦，熬多少夜啊！三郎可真争气。虾二牛没说话，而是直接往门外走去。老二，天都黑了，你干啥去？高兴，心里有劲儿，我去把村东头那5亩坡地犁了。三哥真厉害，比镇上吴员外家的少爷还厉害。乃三叔考了头名，咱家是不是要摆席面了？支持就知道吃，我看我是揍你，揍的还不够。你三叔考试那么嫩，不知道关心关心。深夜，赵氏一个人拿着那封已经被攥皱巴的信件反复观看，虽然他不识字，但他已经让虎妞读了几10遍，早已烂熟于心。府城那么大，也不知道我儿会不会迷路啊。我儿还是和蒙学时一样，心善，能交到好多要好的朋友，就是要长点心眼，不要交到不好的人。我儿肯定每天早起晚睡的，用功读书，才能换来这按手的风光。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儿啊，娘想你。夫子，金宝兄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夫子，这是三郎的信，府试放榜了。好孩子，下人心性坚韧，天资有物，能有今日，全是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按手实至名归。是，夫子说的对，都是夫子教的好。次日一早，虾仁便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敢问大人有何贵干？您可是永乐镇来的虾仁下安守？正是在下。小的冯知府崔大人指名特来传话，今晚戌时出客在府衙后堂设下便宴，想请王安守过府一叙。知府大人请我吃饭，难道是因为那道关于蝗灾的策论？学生虾仁多谢知府大人抬爱，定当准时赴约。三郎咋了？谁敲门？大哥，是知府大人派人来的。知府大人，那得是多大的官啊？比县太爷还大吧？他找你干啥？说是邀请我晚上去府衙吃饭。知府大人请你吃饭，难道是因为你府试考了按手，他要嘉奖你？嘉奖按手应该不至于让知府大人亲自设宴，我猜可能是因为我府试策论里写的东西。三郎啊，这知府可是顶天的瓜，你晚上去说话要恭敬点，大人说啥就是啥，千万别顶嘴。就算大人说的不对，你也听的，千万别犯绝，知道不？大哥，别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学生虾仁拜见知府大人。呵呵，免礼，坐吧。谢大人赐座。虾仁，你可知本官今日为何请你前来？学生愚钝，还请大人明示。
本官看了你府试的答卷，尤其是那道关于应对蝗灾的策论，开仓放粮，悬赏补蝗，以工代赈，条条切中实弊，句句直指要害。更难得的是条陈清晰，举措务实，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比。你且与本官细细说说，你写这些对策时，心中是如何考量的？回禀大人，学生家里世代务农，一操持屠宰营生。学生自幼虽体弱，但亦常随父兄下地。虾仁将自己的理论说得有据可依，听得崔知府频频点头。待虾仁说完，崔知府沉默良久，最终才轻轻叹息：“说得好，条条出自乡野见闻，却又切中实弊。小小年纪能有此见地，着实不凡，比朝中某些尸位素餐，只会空谈天人感应，无为而治的老匹夫强了何止100倍。”知府大人息怒。哼，玉溪府那边赤地千里，恶殍遍地，一子儿时的惨剧，本官已接到不止一桩。那些高居庙堂的老匹夫们，可曾见过路边饿死的枯骨，又可曾听过孩童饥饿的啼哭？一句天意就想推卸责任，置万千黎民于不顾，着实可恨可恶。大人忧国之心，学生深感钦佩。罢了，不说那些了。今日请你来，主要是想与你讨论一番你这策论。接下来，崔知府和虾仁蝗灾只是进行了深入探讨。虾仁啊，今日与你一叙，本官甚是欣慰。少年英才，心系黎民，实乃我长安府之幸。大人思路清晰，见解老辣，许多地方让学生听得茅塞顿开。今日是您给我这个纸上谈兵的少年上了一。若是今日我们讨论之举行之有效，本官定当据实上奏天家，并且议会附上你的名字，言明此策乃你首倡之功。学生些许浅见，能得大人青眼，已是万幸。至于署名，学生不敢居功，全赖大人完善之功。不必过谦，有才学，有担当，就该让天下人知晓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你且回去安心读书，准备院试。日后若再有此等利国利民之策，皆可来府衙询本官。是，学生谨记大人教诲。三郎，你说算出来了，知府大人没为难你吧？没出岔子吧？大哥没事，知府大人他是个好官。次日，虾仁来到学堂之后，许多人都对他这个暗手相公议论纷纷，就连柳教育都对他频频点头。从今日起，尔等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院士。院士不同同生士，考校更为精深，范围更广，尤重经义阐发与实务策论。今日便从大学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入手。下学之后，陈四立刻拉开到虾仁身旁。虾兄，这回同生士郎中真是踩了狗屎运，呸，是蹭了你的学霸运。不知道院士老天爷能不能再让我蹭一次？陈兄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没错，我都想好了，从今日起我头悬梁锥刺股，饭可以不吃，这四书五经著书非得砍透它不可。就在两人聊得正欢时，前方突然传出一阵杂乱的惊呼。等虾仁两人赶到时，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5岁的孩童落水了。没人会水吗？我是旱鸭子，连小溪都没下过。谁会？这池底全是烂泥，下去就是送死。此刻虾仁掌心沁出冷汗，他前世的确会水，但如今的身子骨他不确定下水后还能不能上来。然而就在孩童那缕黑发即将彻底消失的刹那，虾仁毅然决然的扑通一声跳下了水。可算救回来了，虾兄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锦儿，我的锦儿，虾仁，是你救了我孙儿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大恩不言谢，今日若非你，老夫就和大孙天人两隔了。立刻去请回春堂的刘大夫，再给虾仁那身干净衣服换上。教育学生无碍。不行，你浑身湿透，寒气入体，非同小可，必须立刻换衣保暖，快扶他过去。公子，你体质本就偏弱，此番寒气侵体甚重，若不及时驱散，恐落下病根。您务必将这药按时服下，这2日切忌再受风寒，需在家静养，不可太过劳累。
虾仁，这2日你在家安心休养，课业之事不必挂心。待你身体好些，老夫亲自去你住处为你补课。学生遵命，多谢教育关怀。虾仁回家之后，虾大牛看着三弟裹着后背回来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。三郎，这是掉水里了，谁欺负你了？给大哥说，我去找他算账。虾仁连忙将下午的事和大哥说了出来。干得好，是条汉子。咱老虾家的人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见死不救那是孬种。不过三郎，下回再遇上这种事，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，寒气入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哥，我记住了，下次我会小心的。大哥，我有点想家了。我也是，你好好养身子，等考完院试，咱就开开心心回家。你回屋躺着，大哥去给你炖鸡汤，驱驱寒。大哥真好。次日下午，柳教育带着孙儿提着礼物来到了虾仁家里。感觉如何？可还有哪里不适？回教育，喝药发了汗后，感觉好多了，就是还有些乏力。那就好，病去如抽丝，寒气最是缠绵，万不可大矣。多谢教育关心。锦儿，这位就是救了你性命的虾恩公，快给恩公磕头，谢谢恩公的救命之恩。刘景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举手之劳而已，当不得如此大礼，以后可要小心些，别再靠近水边玩了。锦儿记住了。这孩子自幼顽劣，锦儿的父亲如今在湘江府的岳麓书院忝为经一科的副山长，天下闻名的4大书院之一。他父亲忙于书院事务，疏于管教，这才将他送来我身边。谁曾想刚来不久就遭此大难，若非得你相救，老夫真不知道该如何交代。举手之劳，教育您这是折煞我了。老夫知道你的志向，些许金银俗物想必你也未必看重，思来想去，唯有在学问一途上或许能略尽绵薄之力。这是此乃犬子当年考取进士之前，亲手整理批注的经义和策论心得，以及他搜罗的一些珍贵实文范本和考官点评，或可为你日后备考乡试，乃至日后再进一步提供些许借鉴。教育厚赐，学生感激涕零。好孩子，不必多礼，你安心备考。若在学问上有何疑难，随时可来寻我。锦儿，我们回去吧，别打扰恩公休息。恩公再见。几天之后，小院中来了一位故人。文涛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哼，考过府试了是吧？爱手是吧？了不起了是吧？眼里没我这个兄弟了是吧？我今天可不是来找你吃饭的，而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怪我，文涛兄息怒，是我的疏漏，我多家人告诉了夫子，想着夫子总会告诉你的。可能是我玩心重，夫子光顾着督促我读书，便把这事忘记了。对了，给你这个镇上无忌的绿豆酥，你以前最爱吃这口，我排了好久的队才抢到这一包。多谢文涛兄。对了，你怎么找来的？你跟李明兰是同窗，我跟他也是啊，我猜你肯定得找他帮忙落脚。对了，你这次来府城是？嘿嘿，以后我家就搬来府城扎根了，不回永乐镇了。以后你要是也在府城读书，咱哥俩就能天天见面，一起吃好吃的了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，伯父的镖局生意都搬到府城来了。是啊，我爹现在可不只是开镖局了，前2年他攒了些本钱，又拉了几个信得过的老伙计，自己弄了个商队，现在专门跑南边的茶叶丝绸，还有咱们北边的皮货药材啥的。自己弄商队，这样一来，我以后若是发明了好东西，可以找文涛家里去运送啊。虾仁和张文涛相谈甚欢，一直到深夜，张文涛才不情愿地离去。